在世界各地的水域中，人们发现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其中一些非常特别，从精密超前的机械齿轮，到海底的神秘美人鱼，甚至是至今谜团的水下看电视雕像。以下的这些只是深海发现的沧海一粟，但也让我们对海底有了更多的了解。本期探索后，陪你一起看看海底发现的10个最令人惊叹的东西。同时，你还知道有什么更惊叹的发现吗？欢迎与我们一起交流。第10名，坎贝湾的失落之城。2001年，人们在印度海岸外的坎贝湾发现了一座失落城市的遗迹，这是本世纪最具争议的考古发现之一。坎贝湾所谓的失落之城遗迹，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很多激烈的争论，至今仍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遗址意味着什么。坎贝湾位于印度西海岸外。2001年，海洋考古学家利用声呐扫描技术对该地区进行了调查，然后发现了一个被一些人认为是淹没在海中的失落城市。可奇怪的是，这座城市实际上比这片大陆上的任何历史遗迹都要早5000多年。如果它被证明是一个失落的文明，它将彻底改变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发现。这座失落之城的问题在于，坎贝海湾的位置表明，在那里发现的大部分证据可能是被冲下河流的。这些河流流入这些水域，这使得确定这些物体的位置变得困难，更不用说准确确定它们的年代这一艰巨的任务了。考古学家挖出了艺术品、人类遗骸、雕塑和木质家具，但即使是打捞这些物品，也遭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因为出于保护目的，该遗址并没有进行挖掘，所发现的物品都是通过海底数据收集的。但随着每一次新的调查，谜团似乎都在加深。在继续精彩内容之前，麻烦各位朋友帮忙为这个视频点个赞，或者分享给周围感兴趣的朋友，我们的持续更新一定少不了你的鼓励。第9名，精密超前的机械齿轮。这个很有趣，谁知道古代有电脑呢？这就是考古学家对这个不寻常物体的称呼。他们在水下发现了一艘商船，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在地中海的安塔卡特拉岛海岸沉没。这艘沉船被证明是一个具有巨大考古意义的地点，它的秘密在这么多年被陆续揭示出来，其中一个就是发现的机械装置，让我们知道了以往人们对齿轮机械程度的进步。在这段时间里，直到发现该机械齿轮之前，我们还没有发现过其他任何的齿轮装置。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它直到中世纪大教堂的中建成后才开始使用。1000多年后，这些机械设备被认为早在古希腊就被用于计算和显示天文现象的信息，这显然是当时最尖端的技术，而且该机械的复杂程度也相当令人惊叹。经过技术扫描，机械内部有多达30多个齿轮同时运作，这在某些方面可能很难解释，但也或许是历史学家们还没有真正了解古人对机械知识的了解程度，它可能会给这件事增加更多的神秘感。就像他解释的那样，或许在不久后，我们会对古人有更多的了解。第8名，海底的神秘美人鱼。仔细看看这个片段，你显然不能把一座雕像扔到海底，然后立刻就能把它变成一个更有史诗色彩、更上镜的物体，而不是放在无聊的、古老的陆地上。这尊美人鱼雕像显然描绘的不是希腊神话中波塞冬的妻子安帕特里特，它位于大开曼岛日落至到海滩下36米处。为什么我们对一个雕塑或其他东西如此感兴趣呢？我们先不谈它为什么竖立在海床上，就它的沉入海底的方式就足够引起我们的兴趣。毕竟该地区至今未发现过任何的沉船遗迹，所以到底是谁把它放入海底的呢？放在海底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的谜团都需要我们依靠时间去慢慢发现。但在此之前，你的观点是什么呢？第7名，坎昆水下博物馆。这是由5位墨西哥雕塑家和一位名叫杰森·德卡维斯·泰勒的艺术家一起合作建造的。在世界上的其他水下雕塑也有泰勒的身影。他们设计的目的，首先是保护这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海岸附近的珊瑚礁，其次是为潜水爱好者提供更多有趣的探索地点。所以这个水下花园的特点是有很多人的形象和各种各样的动作姿势组合。这些雕像站立在海床上，如今该地区的海洋生物似乎也蛮喜欢这个地方，为石头和混凝土形状增添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维度。所以在这个水下而怪异的景观中，是一种解脱。第6名，水下火车墓地。1985年，在新泽西海岸附近发现了一个火车头墓地，就在距离新泽西州海岸约5英里的水域里。2辆丢失的火车的发现，给了当地历史学家一个新的谜团，让他们去思考这片海域是如何成为19世纪50年代几列火车的最终安息之地的。专家们有几个猜想，这2列蒸汽火车要么是在被运输时意外坠入大海，要么是被故意推入水中，
也许是为了防止运输他们的船只沉没或倾覆，毕竟海上是不可能有铁路的。他们待在水下28米的地方，他们已经锈迹斑斑，他已经在深水下待了160多年了，但他们的大概模样还是保留了下来，作为那个时代蒸汽机的产品，但他们仍然令人感兴趣。第5名，波罗的海异常。我们通常认为某种圆形而神秘的东西一定是外星人的作品，毕竟外星人总是和圆形的怪东西挂上钩，这是我们通常的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当任何圆形或对称的东西意外出现时，我们都立即认为它与外星人有关。那么外星人为什么喜欢圆形的东西呢？不管怎样，这至少和我们目前想知道的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个大谜团。所谓的波罗的海异常，这个名字很吸引人，这是一种地理特征，只有在一些相当模糊的地方才能看到。这些照片是瑞典潜水队在2011年拍摄的，他们在波罗的海北部进行一些海上寻宝活动。他们事后查看图像，他们发现在那里看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物体，他们认为它可能来自非自然。然后媒体就像抓住了会爆火的新闻源一样，头条新闻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人们纷纷猜测这是一个沉没的 UFO。 当然这只是人们的猜测而已，科学家们说它可能只是一个古老地质构造，或者说一个又大又圆的岩石而已。所以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关于外星生命的线索，还是很普通的东西呢？像往常一样，请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我们期待看到你明智的观点。第4名，密歇根湖巨石阵。这真的很令人兴奋，不是吗？而且它也很奇怪，它是否能被科学解释，这还有待观察。考古学家们扫描密歇根湖广阔的湖底，寻找沉船时，他们发现了一些明显不同寻常的东西，而且看起来要古老得多。利用水下机器人技术，在密歇根湖的大特拉夫斯湾地区的水下12米处，他们会发现一块巨大的巨石，上面有史前雕刻图案，似乎描绘了一头乳齿象，似乎是一种长毛象。然后在那附近又有更加震惊的发现，水下众多的石头似乎被排列成一种巨石阵的风格，这对古老的史前岩石坐落在湖底普通的旧碎屑中。虽然水下的巨石阵并不是陆地上发现的那些那么巨大，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是哪个年代建立在水下的呢？以及它们到底有什么意义或用途？关于它的各种谜团，需要我们去慢慢发现，但在此之前，并不妨碍我们赞赏它的壮观与神秘。第3名，水下基督雕像。这次我们来一个更著名的，位于意大利海岸附近的水域。水下基督是圭多加勒特铸造的青铜雕像，放置在意大利里维埃拉度假胜地卡马格利和波特菲诺之间的圣费图西奥附近的地中海中。长期以来，它一直吸引着游客和潜水员，以及某些摄制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拍摄，似乎有无穷无尽的纪录片。这个2.4米高的耶稣站在近17米深的地方。从1950年夏天开始，在美国的格拉纳达和佛罗里达州也有3尊同样铸造的铜像，它们都被放置在水下，双臂伸展。当上方的光线照射到水下时，呈现出一种缥缈神秘的形象。第2名，阿波罗月球火箭发动机。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是一个充满个性的人，杰夫·贝索斯更是痴迷于太空。他的痴迷现在已经扩展到太空旅行，并计划移居月球并打造成第2个地球。毕竟他确实有大把资金可以随意挥霍的。因此，当贝索斯决定要找到上世纪60、70年代丢失的阿波罗火箭时，他建立了一个私人资助的项目，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们的下落。阿波罗火箭发射的第1级助推器被设计用来增加能量，然后从火箭上脱落，助推器随后会坠回地球，而阿波罗火箭将继续向天空飞行。上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许多助推器完成了升空任务，然后坠入海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直到贝索斯带着他的大笔资金前来。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事实证明，金钱确实能使鬼推磨。经过2年的不断寻找，助推器于2012年被发现并回收。第1名，水下看电视。我们看看这张奇怪的照片，这座水下雕像与众不同，因为这是一个男人在水下看电视的雕像。究竟为什么在海底会有这样的东西呢？这个发现怎么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据目前公开的报告，没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你是怎么想的呢？像往常一样，请在下方发布你明智的观点，我们期待与你一起讨论。在上面的这些水下的奥秘中，哪一个能激起你的想象力？你想进一步研究它们吗？像往常一样，让我知道你的精彩想法，并在下方评论。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出现的其他很酷的东西。我们下期不见不散。